我被迫走进大家族里，成为上门女婿。恭喜这位老板，500万拍下玉龙印。没想到觉醒剑网神通，今后赚尽天下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欣赏下一件藏品。这件藏品乃是乾隆年间清光八宝门缠枝宝月瓶。这美了！冰藏于紫禁城的宝月瓶怎么会在拍卖行？这宝月瓶流落于欧洲一位公爵手中，他爷爷是当年八国联军首领，所以才流落民间。底价1000万，每次喊价10万起，请各位竞拍。1100万1300万，1800万，喊2900万，我一定要拿下。提前破烂宴请吧。居然这么多人追捧。林董事长，虽然您是我们的贵宾，但还是希望您能看好自家女婿，不要扰乱秩序，否则的话，只能请你出去。不好意思，江大师，我一定好好管教他。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江北第一大傻子。原来是他呀！巴伦拍卖行在全国古董界也算得上名气不小，怎么会拿赝品出来拍卖？况且有江老坐镇，林董事长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感谢各位的支持，一个傻子的话不要相信。我们继续。花高价买一个赝品，还拿回家供着，究竟谁是傻子？天生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爸，我刚才不知道怎么了，忽然就清醒了，而且我确定，现在拍的就是赝品。信口雌黄，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我说出真相，你怕了？哼，我会怕？我们拍卖行子建行以来就有一个规矩，凡是在我行发现一件假货，假一赔10。你赔不起，我给你机会证明它是假货，如果证明不了，你就给我跪着出去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红豹曲坛，回青清脆，浙清高亮，石子清悠长，而这声音完全不同。况且这花瓶材质古今，历久生香，而这假的只会发臭。不可能！假的永远真不了。这明明符合清乾隆青花的所有特征，难道我错了？这傻子怎么知道？江老好像说假一赔10。2900万，那就是2亿9千万。剑中兄，江大师，不必担心赔偿的事情。愿赌服输，只有我能决定如何赔偿。你小子翅膀硬了，亏董事长待你不薄，管你吃管你住，还将大小姐嫁给你。董事长，这就是白眼狼啊！没有人能替我做决定。2亿9千万，只要我死了就不用赔偿，不会牵连家人。你死不死跟我没关系，但死之前先把赔偿给我。你是不是冷血？太无情了，不但忤逆岳父，还对老人如此残酷。你把那个补偿给我，我们一笔勾销。你要那个，我就不用赔了。废话真多，到底给不给？给，我现在就给你拿。席间充数的宣传品而已，难道他在照顾我的面子？这就是大师风范啊！这份恩情，我记住了。傻小子用这种方式是给大师台阶下吗？赶紧走吧，别丢人了。哼，和氏璧有市无价，多少收藏家梦寐以求。少卿呀，林家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得靠你俩传宗接代。妈，我当初嫁给叶天生，只是为了不嫁给江家大少，拿他当挡箭牌而已。老婆，女儿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她就是我的妻子林少卿。今天带天生去拍卖会，他忽然变聪明了，还帮我省了一大笔钱。哎呀，真的呀，太好了，老公。女儿呀，妈妈刚刚说的，你和他传宗接代的事儿要抓紧了。千里挑一，我们来看。你什么时候喜欢看鉴宝类节目了？什么叫暖盘呢？谈不上喜欢，就是随便看看能不能捡漏。捡漏？赶快睡觉，明天跟我一起去古玩街挑选礼物，再一起去奶奶的寿宴。好。
你想送什么贺礼啊？我也不太懂。奶奶出自书香世家，最好是送点有历史意义的。整条街就那支毛笔还算个东西？什么？奶奶70大寿，你就让我送一支普通毛笔？啊！老板，这毛笔怎么卖啊？5000。这么贵？美女，我可不是讹你啊，这毛笔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用过的。张嘴就来，你说国学大师用过，他就用过了。走。别走，别走啊！这样吧，家里有事，实在是需要钱，4500，你拿走吧。啊，5块。帅哥啊，你砍价也太厉害了吧，没有一点要买的诚意啊！10块。兄弟，你看看这毛笔，这雕工光这个就值100。50。还是有点太少。20。哎呀，兄弟，咋还越给越低了呢？我们走。老板，你看看你这一表人才，这位美女更是惊艳全城，你还忍心让她在这大太阳底下继续受罪吗？你倒是挺会说话。这毛笔我要了，我多给你赏一些，凑个整100。谢谢老板。喂，爸，早点过来吧，寿宴快开始了。好。老三，你们今年也想做主桌？二哥，我们做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家今年为家族创造了3000万的收益，才勉强上主桌。你们呢，不仅亏钱不说，还向家族借了几千万周转。你说，要是你能上得了主桌，还对得起大家吗？就是。妈，您觉得这样安排可以吗？赶紧一边去，别在这碍眼，影响大家食欲。奶奶，这是天生特意为您挑选的礼物。不是吧？奶奶70大寿，居然只送一支破毛笔？这毛笔跟我买给儿子练字的有什么区别？网购才几百块钱。包装礼盒这么简陋，一看就是地摊货。连奶奶大寿都不上心，这个傻子还有脸做上门女婿？奶奶，这是我从国外拍来的珍品，明代女画家李英的《芙蓉鸳鸯图》。这幅画至少价值400万，真是有心了。我特意找了专家鉴定，珍品无疑。表哥，你挑选的礼物确实很贵。正所谓礼轻情意重嘛，并不是呀比贵贱。奶奶呢，一定能明白我们的心意。我应该多选一份贵重的礼物。乔文，给你三叔家留点面子，毕竟家里还养着一个傻子呢。我送的笔，就算再廉价，也比你这幅假画强。巴伦拍卖行江海大师亲自来祝贺林家老太太70大寿。江大师，欢迎大驾光临。江大师，我的身体不太好，照顾不周啊，望多多包涵。林老太太客气了，今儿是您的70大寿，在下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哟，谢谢江大师的厚礼。江大师，我这里有一幅画，但被一个傻子说是假的，能麻烦您帮忙鉴定一下？谁说是假的？就是啊，那个傻子。哎呦，叶大师，咦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江大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只是个傻子而已啊！无礼，不许你侮辱叶大师啊！叶大师，这幅画，叶大师说是假的，那就是假的，绝不会出错。江大师，我特地找大师鉴定过了，结果是真的。怎么会是假的呢？千万不要被小人蒙骗了。我以人格做担保，叶大师说是假的，就是假的，否则我终身不再涉足古玩。我不服！凭什么？他说是假的就是假的。如果真有能耐，拿出证据啊！说得对，空口无凭，难以服众。就算有江大师作保，我也不信。对啊，凡事要讲证据。叶大师，
在下方才一时无法鉴定真伪，望您不吝赐教，让我开开眼界。想要知道真伪，其实很简单。你居然念错我的话！这叫尼龙线，于1938年由科学家卡罗瑟斯合成，是第一种合成纤维。明代的理应画里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啊？那画竟然真是假的，岂不是几百万打水漂了？不一定，说是几百万，实际花了多少谁知道？就算画是假的，那也是我儿涉世未深，遭人蒙骗。那你呢？奶奶生日你就送个破烂毛笔给她，像话吗？少卿，我们家又不是揭不开锅了，干嘛买这种垃圾当贺礼？脸被你丢尽了。叶大师，这支秋瑾竹雕毛笔，你打算把它送给林老太当贺礼？秋瑾是谁？莫非是历史上名扬天下的女英雄秋瑾？不错，这支意义非凡的毛笔，经我多年的拍卖经验，估值不会低于1000万。什么？这么值钱？好羡慕少卿，老公送礼都是1000万级别的。1000万的贺礼，林建中，你可有个好女婿啊？哪里，天生那孩子没别的，就是孝顺。建中、天生，你们几个来我这桌吃饭。好嘞，二哥，想必这主桌肯定很舒服吧？妈，那我们坐哪儿？难道你们还想做主桌吗？哎呀，你们回去吃泡面吧。二哥，吃泡面多没营养啊，要不打包几只鸡屁股回去，面都喂狗也挺可惜的。少卿啊，天生这么优秀，妈啥时候能抱上孙子啊？天生，今晚你在卧室等我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当然是叶天生。抱歉，是我晕了头。你不是叶天生，又能是谁呢？等我们离婚以后，你就不用愁没有饭吃。离婚？你真的有这么嫌弃我？你病好后，又传承了鉴宝的手艺，不就是想离开我们家吗？不是我，不用解释了。这些年你吃我们家的，用我们家的，结果你在外面学了手艺还不告诉我。反正你现在有本事，不用为了面子维持我们的婚姻。你要是想离婚，我同意。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我都不会离婚。我一定会让你心甘情愿做我叶天生的妻子。那我拭目以待。老板，我去年花10万给你买的画，现在居然连1半也不值了。古玩买卖，售出概不退换。我娘出车祸了，现在急需医药费。老板，你行行好，哪怕退个3、4万也行。竟然还有人花10万块钱买这种垃圾画，怕不是弱智吧？这种破假画，点火烧了都嫌赔钱。先生，你敢买我假画赔钱？你放屁！死胖子，你拿一幅假画，竟敢过来招摇撞骗！我明明卖给你的是一幅真画。来，大家都来看啊，都来替我作证啊！我这人做买卖从来不坑蒙拐骗，这人居然还想敲诈勒索！那幅破画一眼就能看出来假，居然有人花10万购买。老哥说的对啊，好一个居心不良的死胖子，居然来古玩城公然讹诈，必须报警！娘，早知道不买这画了，倒腾这东西，现在连医药费都拿不出来，孩儿不孝啊！哎，死胖子，你现在最好把这幅画给我撕了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不然待会警察来了，有你小子好受的。这该死的破画！等一下，这幅画我要了。你能出多少钱？我还以为有多少钱呢，原来只有1000块啊！ 1000块钱不少了。那幅垃圾画哪个白痴会买？
哎呦，小胖子，你今天可是撞大运了，碰见个比你还傻的人。哎，赶快吧，麻溜点把这幅画卖给他。九哥，你是个好人，这画不值这么多钱。这是定金，1个小时后我会付剩余的99000块，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10万块！怪事天天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哎呦，这位小爷，这一看您就是懂行的，来瞅瞅我的货，包您满意啊！你这个下三滥的奸商，能分得清什么是宝贝？哎，那是，自然没法跟小爷您比啊！败坏规矩的，你不配混这行。你考虑好了没？给你。自以为是个人都能捡漏，这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？10万块钱要打水漂喽！那是什么？这画里竟然还有一幅画！你怎么发现的？我收藏了这么久都没察觉。这很简单，这幅画的天地干和轴头跟画作格格不入，装裱用的木材出自清代之前，但这幅画是清代特有的画质。但最大的破绽，则是这幅画的装裱工艺明显是宋代宫廷专用的技术。但最大的破绽，则是这幅画的装裱工艺明显是宋代宫廷专用的技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那藏在这里面的画值多少钱呢？也不是什么名家大作，100来万而已。我的100万，这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到手的100万不要，还送给别人了。给我的画！你这个奸商不讲诚信，不顾他人安危，此乃不仁；败坏行业规矩，此乃不义。你若以后还是这样，下场会比今天还惨。哎呦，我的100万呐！活该，让你坑了100万。这个不错啊，这可以啊，这收东西不？当然收了。你要卖什么？稍等，容我仔细看看。画是不错，但不是名家之作。你想卖多少钱？100万，不议价。这年轻人不一般啊！抱歉，100万我做不了主，要请老板过来，请稍等一会儿。没关系，尽快吧。哎，您稍等啊。听掌柜的说你的画要卖100万，对吗？值不值，看过便知。100万的画，小伙子，看不出来你还挺有能耐的啊。小伙子，这画确实不错，这是明朝文征明的早期画作，虽不是巅峰之作，但笔墨之间依稀可以看得出后期的艺术风格，难得呀，真是难得。文征明的画作存世不多，这幅早期作品虽有瑕疵，但100万物超所值。你是家传的吗？1000块淘的。哇塞，你赚大发了！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运气？我开古玩店，赚钱是其次，主要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古玩心得。你这幅画，我帮你找个买家，你按照行规只需付我1成佣金，如何呀？行。来。文征明的画作真品，出价100万，有要的吗？100万。我出110万。好，110万。120万。120万。对。那好，120万成交，就给这位先生了。我需要10万现金。现金，刚好
我店里有现金，现金10万，支票98万，扣除1成的佣金，钱货两清。以后有宝贝啊，我们还继续合作。没问题。你把那幅画卖了？这是10万块，你我之间两清。谢谢，太谢谢了！我母亲有救了。古玩不是一般人能碰的，多少家庭因此家破人亡。劝你尽早远离，免得万劫不复。大人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少卿啊，我这当妈的也没什么追求，我就想早点抱抱孙子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少卿，你跟妈说实话，是你有问题呢，还是天生的那方面有问题呀？来，少卿啊，妈给你个秘诀，你肯定能怀上的。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早点休息。你快来公司，少卿出事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少废话，快来！你老婆要没了！林少卿，这份财务报表里，你们让林氏集团已经亏损超过10个亿，你们有什么解释？大伯，负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科学城的项目出了问题。等我们拿下了这个项目，情况马上就会有所好转。嘿，说的是真好听。你知道有多少巨头对这个项目是虎视眈眈的？就凭你有什么本事可以夸下海口？大哥，为了拿下科学城的项目，我们已经投入大量资金。一旦成功拿下，根据反馈，利润将达到50个亿，足以填平负债。大哥，别听他的鬼话，赶紧停止项目，立即终止才是上策。不行，如果停止项目，前功尽弃，损失更大。都给我闭嘴！少卿啊，我这目前有个解决方案，只要你同意。什么方案？嘿嘿，江家大公子对你念念不忘，江家也找我谈过了，只要你愿意和那傻子离婚，并且嫁给江家，他们不但可以帮我们填平负债，还可以帮我们拿下科学城的项目。当年就是为了不嫁入江家才嫁给了叶天生，时隔1年，江家还是不肯放过我吗？大伯，那也是对你好啊。哼，对我好？江家大少是个暴虐狂，他的2个前妻，一个被他打死，另一个也成了神经病。那也比嫁给傻子好啊，搞得人财两空。亏空，我会想办法补上。至于离婚，让我嫁给其他人，不可能。我不是征求你的意见，只是你们亏损了这么大一笔钱，如果到期还不上，你们下半辈子呀就会在牢里度过。少卿，亲侄女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大伯不会害你的。少卿，离婚吧。就是啊，赶紧离吧。谁敢逼我妻子离婚？好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来干什么？妈说你受人欺负，我担心就过来了。你来有什么用？怎么没用啊？刚好可以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啊！谁说我要签字？你可以不离婚，
只要你愿意帮你老婆还清债务，就可以不离婚。但是你一个吃软饭的，有钱吗？欠多少我还。你有多少钱啊？100万。100万，笑死了！你当这是菜市场吗？100万好多呀，真是来搞笑的。小子，你知道你老婆欠了多少吗？10个亿呀！行了，你在这里也帮不上忙，赶紧走吧。给我一点时间，会帮你还清的。你是不是傻？那是10亿。我叶天生许下的承诺，一定能履行。痴人说梦。就是，你一个上门女婿，你拿什么还10亿的债务？说得好。这样，既然这么说呀，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我给你指条明路。哟，江东市10年一度的古玩鉴宝大会，大哥居然弄到了请柬，这是我们得到江家支持的结果。这次审批项目的官员和大财团都会出席这次宴会。如果你能拿到大财团的支持，又或者能说服审批的官员，你的债务就不是问题。谢谢大哥，到时候我一定尽力劝说官员。建中，你误会了，这请柬是我的，没有你的份儿。有人呐，自作多情。哎，大哥，那我能去吗？哎，当然可以。你去年可是为家族集团创造了1000万级的利润，当然能去鉴宝大会了。现在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小伙子，你的本事老夫佩服，像你这样德才兼备的年轻人呢，不多了。10年一度的古玩鉴宝大会即将开启，如果你要不去参加，这将是鉴宝大会的一大损失。希望你能赏老夫几分薄面，前去参加。马老，您过誉了，我有时间一定去。好。天生你说能带我们去鉴宝大会，是真的吗？不错，我带你们去鉴宝大会，拉到图斯，守护好咱们这个家，守护好少卿。没有请柬，不得入内。我叫叶天生。原来是叶先生，我欢迎叶先生。这是我的家人，我能带他们一起进去吗？当然。我们进去吧。你说等会儿会不会见到林少卿他们？他们要是能够进来，我倒立起头。大哥，他们呀就不可能有请柬。说的也是啊。哎呦，没想到啊，你们还真能进来！闭上你的臭嘴巴！老三，干嘛发那么大火？开个玩笑而已啊。小子，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。井底之蛙，所见者小。哼，好，你是第一个敢这么冒犯我的人。你们说话都注意点。出席这场大会的都是最尊贵的客人，再敢喧嚣，我会请你们出去。王主管，我怀疑这2个人没有请柬，私自溜进来，请你将他们驱逐出去。哪来的臭小子？你有请柬吗？他就是一个倒插门的，我就不信了。如此珍贵的请柬，怎么可能被一个上门女婿弄到？我看这小子啊，就是偷偷溜进来的，快出去吧！哼，一个连请柬都没有的臭小子，也敢擅闯鉴宝大会？是你自己滚，还是我叫保安把你请出去？慢着，我虽然没有请柬，但我是受人邀请，你大可去核实，自然一清二楚。有些宾客身份崇高，马老的确会亲自特邀，但这类人只有少数，也绝对不可能是你。没错，他呀，也就是我们林家的一个上门女婿。原来是他，我听说是个智障，看样子挺正常，想不到是个傻子。哼，一个傻子竟敢来这里闹事儿，统统给我轰出去！谁敢对他无礼？这就是马老亲自邀请的人吗？还好我及时赶到，没有怠慢他。赵总，
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之前不知道，请你原谅我。叶先生，扫您雅兴了，实在抱歉。我若知道有这种不长眼的狗腿子，我一定会亲自去接见你。没事儿，一群凡人苍蝇罢了。叶先生，我闭嘴！这件事我一定会上报主办方。你休想在保安行业立足！林总，求您救救我！混账东西，连赵总的贵客都敢得罪，你这样的保安主管是本次大会的耻辱。赵总，我非常赞成您的建议，封杀这个失职的家伙。哼，你出手倒是挺快啊。叶先生，我们先去看看部分藏品。好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本灵兄，我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周兄，这位是叶大师。叶大师，这位是本市二把手周文康。周副市长，在下林氏集团林建中，之前跟您秘书致过电，您贵人事忙，一直没有机会亲自拜访您。他就是负责审批科学城项目的官员。叶大师，不知你是研究哪个领域的？只是兴趣，谈不上研究。倒是周副士舍下公事出席鉴宝大会，真是鉴宝大会的荣幸。本次古玩鉴宝大会本就是官方大力宣导，让各地企业家有个交流机会。叶大师能够让马老亲自邀请，看来对古玩也是颇有研究啊。略懂一二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江东市鉴宝大会，慧眼鉴宝，古韵流芳。大家请坐吧。请。那是什么？哼。今天到达的评委都是业界位高权重的。叶大师，这古玩鉴宝大会不仅是一次圈子内的交流互动，也是一场同台竞技。同台竞技？对，一共3场，最后得胜者可以得到台上的这几件藏品。这些藏品倒是价值不菲。想上去试试？有这个想法。上去竞技的都是大师，你别胡闹。放心，看我把那些藏品都给你赢回来。那么接下来，各位请安静一下，我向各位介绍本届大会的规则。本届大会一共分为3轮，第1轮慧眼识珠，所有人都可以参加；第2轮妙手鉴宝，第3轮洞察古今。本次大会的获奖者将赢得所有的奖品。据说本次大会提升了奖品规格，有的价值1000万。没错，上次鉴宝大会最后是没有获胜者。第1轮慧眼识珠，现在开始。第1轮慧眼识珠，现在开始。屏幕上会出现10张照片，参赛者需要10分钟内选出3件价值最高的珍品。何顺斋，首席鉴宝师贾和玉。以贾大师的本事，这一关应该很简单。开始。这贾大师怎么回事啊？应该是有点本事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什么有请下一位参赛者。目前有9个人通过了第1轮比赛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参赛者？大哥，你看他怎么上去了？傻子，接触了点古玩，还真以为自己是鉴宝专家。小子，
没有这本事，你就别丢人现眼了。快点下来吧，下来吧，第二轮的。先生，答不出来也是没有关系的。10张都是赝品，非要给个答案的话，就是一文不值。是啊，这小子昏了头了吧？狂啊！我看他就是怕当众出丑。有一张应该是元青花鱼草纹玉壶，怎么可能都是赝品？方小姐，方小姐，真是对不住，刚才后台出了故障，竟把10张赝品传上屏幕。真厉害！哎呀，英雄出少年啊，有些厉害啊！太厉害了！10张赝品，就算是大师也不敢轻易说出答案，佩服佩服！恭喜你通过第1轮。蒙的吧？哼，指定蒙的。第2轮妙手鉴宝，每位参赛者只有10分钟，只能用双手鉴定。信息最详尽的3位可以进入第3轮。哎呀，看着很激烈呀！对呀，是啊。只有3位参赛者通过认可。第1位韩元同先生，答案为清代盔甲；第2位高阳先生，答案为晚清黄色云龙青纹暗花缎面锦盔甲。最后一个是谁？第3位是叶天生，答案是晚清光绪帝御用黄色云龙纹暗花缎面锦盔甲，于1879年授予左宗棠，嘉奖他抗击外敌的决心，成功收复西域失地。他说的不错，太强了，怎么可能分毫不差？不但讲得出名字，连来历都分毫不差。哎，里面是不是有猫腻儿啊？在下在博物馆任职多年，自认为讲话还算有公信力。这套盔甲是盗墓贼不法所得，由警方转送到博物馆，因为牵扯到刑案，没有泄露半点信息。英雄出少年呀！一位鉴宝大师要传遍大江南北了。少卿，少卿，太好了，天生要进入第3轮了。我相信你，天生。第3轮比试洞见古今即将开始，接下来展示藏品。18件都是顶级珍品，我能有几件？此生无憾，1件足矣。第3轮洞见古今，参赛者需要挑选3样，评估价格，并鉴别真伪。评估价格最高者获胜，鉴定错误则为淘汰。价格相差超过2倍，淘汰。如果全部都被淘汰，本次大会没有获胜者。3位开始挑选。叶先生，您对规则有什么不清楚吗？不是，我有点渴，帮我倒一杯水。太嚣张了吧！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年纪轻轻要懂得谦卑。叶先生，你慢慢喝，等这2个选完也不迟。你在教我做事？我现在宣布高阳先生的鉴宝结果：第1件是真品，是清代万花锦纹长颈瓶，估价200万，符合原价区间。其余2件也都是真品。高大师真厉害！
人家可是鉴宝高手，百发百中。韩先生的3件都是赝品，韩先生淘汰。这不可能，我不可能鉴定错误的，你们肯定有暗箱操作，我要抗议，我要抗议，我要抗议！你们干嘛？还以为多有本事，中看不中用，哼！韩元同肯定是踩了狗屎运。叶先生，请尽快开始比赛，否则会判定自动弃权。他呀，输定了，价高的都被高阳大师挑走了，剩下的就算他能挑出3件精品，你价格肯定也不超过3000万啊！现在出手太晚了吧？高价的都被其他选手挑走了吧？宋代山子青铜镜75万，明代和田玉双狮活环耳香熏炉47万，这件是假的。清代乾隆金地粉彩蚕桑图天球瓶133万，这件也是假的。他只看一眼就说出了古玩的价值，也太快了吧！快有什么用？那谁知道真的假的？各位贵宾稍安勿躁，稍后评委将会为我们解答。太好了，我不相信这年轻人有这么高的鉴赏能力。这件的确是假的。以我多年的经验，这件明代和田玉双狮活环耳香熏炉实属佳品。我宣布，叶天生所选全对。小子，我知道你很强，但是很可惜，你注定还是要输。价值最高的3件古玩被我收入囊中，预估价不超过3000万。你的典藏根本就不可能超过这个数字。说的没错，叶天生输定了。哼，你的水准实在太差了。小子，我可是名扬四海的燕城第1大鉴宝师，你一个无名小辈竟然敢口出狂言。好啊，那你现在就展示你自己的实力吧。大局已定，我们还是尽快宣布结果。依我看，高阳胜出，实至名归。叶天生，虽然我很欣赏你，但是规矩不能变，我只能宣布胜出者是……且慢，我还没有选完。徒劳无力，垂死挣扎，自取其辱。诸位不必着急，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各位评委，就让这小子再挑3次，我倒是要看看到底能掀出什么样的风浪。哼！既然没人反对，请叶先生抓紧挑好古玩。加油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叶天生，麻烦快点儿，电视台还要为胜出者做专访。看上去很普通，不值几个钱啊！这样一来，可以宣布比赛结束了。快点好不好？反正你都输了。不用3件，1件足够。什么？你想一件超过3000万？对，而且不止3000万。我有没有听错？怎么可能？经过江州省古玩协会鉴定，这件清代红木雕品只是寻常人家客厅装饰之用，估价10万。年轻人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叶天生，这次你还不死？井底之蛙。哼，你竟敢当众侮辱评委，你有何居心？你有什么依据？依据？我叶天生的话就是依据。叶天生，过于锋芒毕露，吃亏的可是你啊！是我锋芒毕露，还是你们鼠目寸光？真是不知所谓。这本是华夏瑰宝，如今被你们这些庸才当成装饰大厅的破玩意儿，你们有何颜面做鉴宝大师？对得起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吗？有对得起华夏先辈吗？难道真的鉴定错了？叶天生，你说的再好，那又有什么用？除非你拿出证据。这件古玩不是装饰品又是什么？哼！这是什么声音啊？那是那笛子发出的声音。这个男人好厉害，
这样的声音还是第一次听到，仿佛心灵被洗礼，所有烦恼一扫而空。叶大师，这古玩什么来历啊？这是3000年前的西周晋侯玉笛，30年前上海马老前辈从上海拍回来的，正是这只玉笛的另一半。而如今眼前这只失传近1000年，想不到啊，居然还有一件存世。这失传乐器，即使是用高科技，也很难恢复啊。这是无价之宝啊！估价何止3000万，简直就是无价之宝，真是当之无愧的国宝鉴定大师啊！哎呀，叶大师，谢谢指点，请受学生一拜。叶大师，在下输得心服口服。纵使精通剑宝，但这一切都是基于华夏先辈积累的荣耀。我们不是古玩的创造者，而是古玩的代述者，传承华夏文明的辉煌历史，讲述每一件古玩所蕴含的民族智慧，此乃我等分内之事。希望你们能牢记此事。学生们谨记大师的教导。叶大师，刚才你台上的表现真令周某叹为观止。那个，刚好我家有几件藏品，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帮我长长眼。好啊，改日我就去拜访。太好了，我随时欢迎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天生啊，周副市长负责科学城的项目，你干嘛不跟他回去啊？把他哄好了，也许这个项目就交给咱们了。是啊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自有主张。哟，仗着自己会鉴点宝，翅膀硬了，不让我这个丈母娘了。少卿，你快管管他。妈，别这么大声的说。我是他丈母娘，我说他2句怎么着了？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叶大师，这是您获得的奖品。玉龟和和氏璧一个级别的无价之宝。大哥，这么快就走啊？不多留一会儿啊？建州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大哥，好戏得看谁是主角，不像某些人，恐怕连路人甲都当不了。哼，好走不送。切！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拿不下科学城的项目，我就会被踢出家族，咱们一家就只能流宿街头了。放心，我会帮你拿到科学城的项目。投标的公司需要5个亿的保证金，现在只有7天的时间，如果交不上保证金，我们就只能被踢出局了。可这些天，我们就只有这些藏品，也没有拉到投资，根本就不够交保证金。你不用担心，资金方面我会准备的，你就好好准备科学城项目发展计划书，这个项目必定是我们的。你不用在我面前说大话，反正我也指望不上你。想在7天之内赚到5个亿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对视。来看一看啊，看一看哦。老板，你这个多少钱啊？100。怎么不去想？切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卖啊？5万，你要不要？要，100块。小哥，你这杀价也太厉害了吧！大哥，我来这里只是我老婆让我买东西摆设一下。小兄弟，给个痛快价。150块，不能再多了。我摸黑摆摊不容易，500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带那么多钱。小哥别动，这样，你身上多少钱
不是吧？你怎么才这么一点？啊，老婆就给这么多。哎，婚后男人不容易呀，兄弟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呐。这样，这点钱去买点吃的，别让媳妇知道了啊。我堂堂一个大男人，身上只有几十块，还要怕老婆知道，简直是荒谬。多谢老板，下次我来还找你。慢走啊！哎呀，又是一个受老婆管教的倒霉蛋呐！快点，别让他跑了！人呢？那小子把咱们今天看好的青玉福尊给提前买走了，今天一定要把他追回来。我们这是追到哪儿了？这应该是地下拍卖场附近。臭小子，竟然敢捡我的漏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给我追！你是什么人？你和刚才那群人是一伙的？你也在被人追？小点声。你能不能挪一下你的手？我叫你把手拿开。他们好像走远了。那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。走。喂，你能不能等等我？喂，我不叫喂。那你叫什么？先生。就一个先生，没有姓吗？哼，从来没有哪个男人会这么无视自己，除了那个混蛋。哭什么？你欺负我！我哪有？你刚才对我做了那样的事，你就想不辞而别？那你怎样才能不哭？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说来听听。有人在鬼市贩卖赃物，我暗访被发现了。你现在跟我去地下拍卖会，有人陪同，他们认不出我们。行，带路吧。今晚有很多新朋友，我讲下规矩：第一，不许录音录像；第二，不许私自追查他人身份，以代号相称；第三，不许探寻东西的来源，有问题由买家承担。在下的代号是玉公子。快点开始吧，耳朵都贴出茧子了。第一个环节，盟友自荐。在座的各位都可以将自己的藏品拿上来拍卖。哇，颜色细润，工艺精湛，难得一见的精品呐！底价500万，550万，600万，我出价1100万。哎呀，这价太高了！这件青花归你了。想不到这地下拍卖会一件就几千万呢。这里没有手续费，自然价格高些。你要拍卖什么？等下你就知道了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顶多就是10几万的普通货色。哼，这位是新来的朋友吧？祝你今晚有所收获。咦，这是青玉福尊呀！太精美了。福尊向来比较稀奇，用青玉雕刻的少之又少。这福尊出自清代乾隆下令制作，耗时6年10个月。是啊，敢问阁下如何称呼？先生。先生，开个价吧。1000万，还是1个亿？1块钱？什么？啊？开什么玩笑？开什么玩笑呢？这不玩我们吗？这不是？我相信在场的各位会对这件青玉福尊开一个合适的价。开始吧。2000万，我出3000万，出价4500万，9000万。如果没有更新的拍价，那么我将宣布这件拍品竞拍成功。哈哈，不错，给。你藏得好深啊！带了这么件稀世珍宝，也不告诉人家。你又没问。哼。还差4亿1000万。
这物件是我偶然所得，找了很多鉴宝师，可惜没一个能讲出来历。我急需一笔钱，所以只能忍痛割爱。底价1000万，哪位有兴趣可以拍下来？这玩意儿不就一个平底锅吗？还以为是1000万的东西，什么稀世珍宝，原来是个平底锅。也不是一文不值，依我看，这是烙饼用的炊具。难道真是古代平底锅？凑近了看，这玩意黑漆漆的，或许就是火烧形成的。这破东西留着有何用？住手！你还嫌笑话我不够吗？这件东西我要了。1000万你真要？不是吧？我没有听错。真有傻子花1000万买平底锅？爷爷，你刚刚还说他是鉴宝天才，看来不过如此。香儿，不得无礼。哈，不好意思，我孙女儿向来如此。不过，老夫认为，你用1000万买那件东西实在不妥。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指点点？小子，你太狂妄了！昨天古玩鉴赏会的叶大师，你听说过吗？叶大师有狂的资本。你真以为你是叶大师啊？难怪你这个人这么讨厌，原来跟那个人一样臭脾气。东西我要了，收钱吧。给您。不用了，放回桌子上。拍卖成交后可不能反悔。亏许我比你清楚，把东西放回原位。这是出自西周的青铜西甲盘，底价1个亿，请各位竞拍。什么？失传千年的青铜西甲盘？那块平底锅真是传说中的宝物？相传西甲内部有长篇的铭文，这个没有，多半是假的。一件赝品，连1000块都不值。帮我准备一些东西。需要什么？醋、柠檬、刷子，还有面粉。先生，这是何意？给你们开开眼界。咦，那是什么？啊！做什么呢？来人，把青铜西甲盘的古籍拿过来。真的假的？我看90%是假的。看不出来啊。啊，玉公子，你没事吧？这是真品，失传多年的青铜西甲盘终于重现人间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是真的？真的是流传那件吗？在下不才，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这怎么辨别的真伪啊？是怎么？青铜西甲盘的真伪，主要看底部铭文。仿品往往在底部铭文有诸多破绽，而我用的方法很容易就能辨出真伪。原来如此，学到了。既然是真品，请诸位竞拍吧，底价1亿。这可是1亿啊，估计不少人会放弃。要是我，就把拍卖价设置为3000万。1亿1000万。1亿2500万。1亿3500万。 2亿，这么大手笔啊！2亿第一次，2亿第二次，2亿第三次。我宣布，这件拍品以2亿成交。2亿？先生，这是支票。先生，几日后不知可否有空到寒舍一聚啊？ 没空。老先生，我替他拿着吧。好，有劳了。难道那个老人就是凌云天？这可是个大人物啊！不行，我要告诉那家伙，这金卡有多么……咦，他人呢？你去哪儿了呀？这么晚了，是不是到外面花天酒地，做对不起我们家少卿的事儿了？没有，我去赚钱了。你能赚什么钱呢？顶多就是个几百上千块。哎呀，你能赚什么钱呢？个十百千万10万8000万，10
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这是瑞士银行本票啊，从任何银行都可以马上兑现。天生，你从哪里赚来的？今日闲着无聊，去鬼市转了几圈，遇到个青玉佛尊，花了300块钱买了，又卖了出去。天生啊，你累不累啊？你休息休息，饿不饿呀？妈去给你做几道好菜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天生啊，爸今天晚上陪你喝几杯。好的，爸。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大伯他们已经拉到了江家的支持，我也得赶紧找到新的投资。叶大师，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。叶老弟啊，还好有你提醒，我才没有买到赝品，要不然可就损失几千万了。你太客气了，我也是举手之劳而已。不知道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儿？哦，今天带你们来林家参加林老爷子的宴会。林老爷子很厉害吗？林家是帝都豪门，就连我大伯背后的势力江家都比不上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们走吧。天生，那边有几个座位，我们快过去坐吧。走。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？明明是方正大师先到的，你们一边凉快去吧，不要影响了方大师的雅致。居然是方正，我小时候还专门临摹过他的字体呢。方大师，我特别喜欢你的书法，请收下我的名片。人呐，最怕出名，到哪儿都能碰到苍蝇蚊子，一个个围上来，真是烦透了。凡夫俗子根本不懂方大师的书法，他们只是来沾您的光。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。方大师的书法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论到行书，王羲之也是难以媲美。把名片给我捡起来！跟谁说话呢？你算哪根葱？我是她的丈夫。哟，人家的丈夫，我好怕呀！侮辱你老婆又怎样？你们找死！你想干嘛？这可是林家宴会，你不要乱来。叶大师，万万不可！林家不是我们能招惹的，科学城的项目还需要他们出面才能解决。我叶天生的女人，不是一个九流书法家能够侮辱的。臭小子，你太无礼了！有眼不识泰山的垃圾，竟敢说我们方大师是九流书法家，你有什么资格？对呀，他有什么资格？他有什么资格？这么热闹啊！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林老爷，你好。那位就是林家老爷凌云天。这位先生看不上书法大师方先生的字，发生了点冲突。这好办，老夫建议你们每人写一幅字，由大家评价谁胜谁负，便一清二楚。没问题。自取其辱的废物！本大师写过的字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，居然敢跟我比试书法！把东西拿过来！我今天就让你大开眼界，看看什么叫做空前绝后的书法。什么？方大师难道要展现他那超绝的书法？那小子就是个垃圾，杀鸡用得着牛刀。各位看清楚了，在下独创的喷墨书法。哇，大师要出手了！难得一见啊！哇塞，太精彩了，这才叫艺术，不愧是当代书圣啊！哗众取宠的小丑，你懂艺术吗你？方大师不用跟他计较，像这种书法，只有我们高雅的人才懂得欣赏。臭小子，无话可说了吧？拿纸笔。哦，
好字啊！这幅字可以跟古代张颠的狂草媲美。我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你能答应。不妨直说。我想买下这幅字，不知可否？一个字100万。天哪，一字千金，一共1400万。不用钱，这张字本来就是我带给老先生您的见面礼。这多不好意思呀，千古之作呀！今天运气真好，怕是再也遇不到第2幅了。恭喜林老爷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我打算把它捐给博物馆，向天下人展示，让每一个人都能欣赏到这幅好字。那我先替世人谢过林老爷了。叶天生，我在练习书法，你干嘛打断我？他竟然还会书法，他究竟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？方丈，关于书法，我有没有资格？书法本来就是我们华夏文明的瑰宝，你作为书法家，应该发扬光大。如今却用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，肆意践踏华夏文明的精粹，你可知羞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书法境界再高又如何？我依然是书法协会的会员，随便拿出一幅字都能卖出高价。臭小子，你很不服是吧？你又能奈我何？你只是个小人物，而我可是全国书法协会的成员。从这1秒钟开始，你就不是协会成员了。哪里来的垃圾？哪里来的垃圾？会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接到举报，你的喷墨书法对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，经过商议决定，取消你的会员资格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书法家将联合声明，对你的行为做出严厉批评。你往后休想在书法界立足了。会长，你可不能这样做！我研究书法几10年，我求您高抬贵手啊！还不快滚！赶紧走！走。林老爷子，抱歉，打扰你的宴会了。天生，谢谢你。哎呦，少卿，你也来参加林老爷的宴会？少卿，你也来参加林老爷的宴会？你好，我是林少卿的老公叶天生。哼，早就听说你老公是一个连学都没上过的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令人失望。少卿，你拒绝了我的追求之后，我还以为能找到多厉害的呢。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。老公，你们在说些什么啊？忘了给你们介绍了，这是我的爱人刘子熙，楚州省1把手的千金。老公，这就是之前拒绝你追求的人，还以为有多了不起，最后还不是嫁给了一个天生，对不起。说完了没有？哟，臭小子，你再说一次！我说你们说完了没有？你们这对倒插门的东西，你好大的狗胆！操你妈的！竟敢打我！混蛋！我告诉你，我爸可是楚州省的1把手，你要是再敢动手，你就死定了。我给你们道歉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们不要迁怒天生，求求你们放他一马吧。你求我也没有用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就是，你老公敢得罪我们，你就等着守寡吧。我叶天生的女人，绝对不允许你们任何人侮辱。滚！你走。看着我。你真的太傻了，为了我得罪他们，值得吗？不管值不值得，我是你名义上的丈夫，有责任保护你。好了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得到林家的支持，不要再闹了。相信我一定会做到的。嗯。
各位，现在是宴会娱乐时间，欢迎大家来到宝石品鉴会的现场，挑选几块满意的石头。是要开原石吗？是要开原石吗？那我又试试手气。叶大师，你有没有玩过原石啊？你看那块原石，出绿的概率很大呀。不一定，光看边上那处石蚬，出绿也不多，品质一般般。来吧，各位，这块原石可以竞价，价高者得。我出1000万，1100万，1500万。哦，3000万，3000万。老公，花那么多钱买块石头合不合适啊？亲爱的，相信我眼光，里面一定是上等的翡翠，到时候给你弄几件首饰，好不好？老公，你真好，不像某些人，连件像样的翡翠首饰都没有。结婚这么久了，还没有收到一件礼物。400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4500万，5000万。你也配跟我竞拍？我出5500万。还有更高的吗？叶大师，你不要了吗？没关系，我让给他了。我才刚开始喊价，你就认输了，真是一个穷鬼，没钱少在这丢人现眼。自作聪明的垃圾，花5500万买一块烂石头，我没兴趣。有人愿意当冤大头，那就随便他了。你懂个屁啊！这块原石表面绿色呈带状延伸，绝对开出来是上等的翡翠。恭喜罗先生，需要现场为你解石吗？解，给我解！我要让这个有眼无珠的看一看，这里面开出的绿是多么好。哎呦，垮了，也太倒霉了！5000多万就买这块破石头，5000多万买了一堆废渣，不知道是豪气还是人傻呀！叶大师，你早知道那块原石不值钱，为什么还要竞拍？万一成交了，岂不是赔死了？很简单，有人会愿意接盘。叶天生，既然你这么厉害，敢不敢也选块石头？不然的话，就赶紧闭上你那张臭嘴。你有资格教我做事吗？不敢了吧？有本事就露两手。行，那我就让大家开开眼。口气还挺大。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敢不敢和我场外赌一把？行，赌什么？就赌5500万，如何？看了吗？我还真是看走眼了，以为你有过人的胆识和非凡的本事，看来是废了。要不算了吧，天生。不用担心，不要误会，我不屑于赢你的臭钱。要是我真开出来，你就从这里一直爬到门口。那你要输了呢？赔你5500万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叶大师，千万不要中了他的激将法。你们用不着担心。叶大师，你不会看中的是这块吧？居然选这块石头，你的眼光还真是出奇的好啊！天生，你真的不懂，这块石头一看就不可能出绿。叶夫人说的没错，要不您再挑一块吧。用不着换，就这块。老板，你打算怎么解？我亲自来。这家伙不会想省下解释的钱吧？你没钱就直说，我这个人可是很大方的。老板，这解石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，还是让我来吧。不必了，我怕你们切坏这块好石头。杨师傅入行有30多年了，曾开出过极品冰种苹果绿，价值1000万，许多富豪去玩时都高价请他陪同呢。啊，有绿，有绿，太刺眼了，出绿了，是玻璃种的帝王绿。擦得完美无缺，整块翡翠没有一处损坏。叶大师收我为徒。叶大师，你怎么处理这块帝王绿啊？叶先生，恕在下冒昧，3000万的话，能否考虑一下？叶先生，我愿意出4000万。叶先生，老朽的三儿子正好有一间珠宝店，不如5000万卖给他，我可以做主。
这块翡翠玉石雕刻出来的首饰，可以送你一件。没问题。叶大师，我想向您请教怎么鉴定原石。叶大师收我为徒。你说可以投资我们公司，是真是假？想让我帮你，喝了这杯酒，我可以考虑帮你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少谦啊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我来扶你啊？你在酒里下药。你想干什么？本来你的第一次就该属于我，居然被那小子捷足先登，也该让我来享受享受了。天生，天生，你就算叫破喉咙，也没有人来救你。敢动我的女人，找死！天生，我好难受，帮我，我想，我要你心甘情愿，而不是趁虚而入。帮我，我好热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我刚才竟然说了那么大胆的话。你一个女人，怎么敢孤身去见一个男人？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他说能和我合作，合作的问题包在我身上。刚刚要不是周副使四处找你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还不知错？叶大师、叶夫人，平安无事就好。跟我去大厅，待会儿还有好戏要看。谢谢各位在百忙之中前来赴宴。本次宴会，老夫想宣布一件事情：因我年事已高，往后凌家将交由犬子凌霄掌管。在下凌霄，望各位在以后多多照拂。林家主，我今天除了代表我岳父之外，还代表江家家主向您道贺。为此，他们还录制了一段视频。叶大师、叶夫人，好戏即将上演。小宝贝，想不想我？这不就是那女的吗？没错，衣服也一模一样，看不出来，长这么清秀，玩的还挺浪。哼，居然和一个小司机鬼混，要不要脸？你有什么资格打我？要不是你一点用没有，我用得着找别人吗？臭婊子，你还有脸说话？林老，您是不是旧病复发了？没事没事，一点老毛病了。没用的，他这是强用内劲，伤了肺腑，普通治疗起不了一点作用。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参过军，为了保护战友，受了不小的伤。当时延误了治疗，谁知现在落下了病根儿。今天来就是为了让林家支持我老婆，现在机会来了。林老爷子的病，我能治。此话当真？叶大师用银针逼出了叶夫人体内的毒，我相信叶大师的医术。只要能治好我父亲的病，什么条件我们林家都可以答应。
好多了，感觉比以前更舒服了。林老爷子的病还需要一些药材才能彻底根治。叶先生，求你救我父亲！你的大恩大德，我林家没齿难忘。日后在江州若有需要我林家的地方，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周副使，莫非叶大师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叶夫人想要科学城项目，但暗地里有楚州江家阻挠。且不说叶先生救了我父亲，就说江家胆敢把手伸到江州，分明是不把我们林家放在眼里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好好警告他们一下。叶先生，您放心，有我们林家坐镇江州，绝不允许他们放肆。多谢，我明日将取一些药材过来，让林老爷子好好休息。好，谢谢。告辞。养了你1星期，明天就可以用你来医治林老爷子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是想那个……好了，不用解释了，我正在想科学城的规划书呢，不要闹了。如果我是江北市的领导，我一定采纳你的项目。可是，今天10点钟就要开始科学城的项目竞标了，我们连保证金都没有凑够。你放心，这个项目一定是属于你的。怎么可能？我们连保证金都交不上，你就别说大话了。我从不说大话，我现在就去林家把林老爷子的病治好，林家就会出手帮你，等着吧。麦市长，人到的差不多了。好，那准备开始吧。明白。这个科学城项目不知会花落谁家，落到谁手上都是一块肥肉，利润至少100亿以上。听说这次竞标商实力雄厚，甚至有国际巨头。女儿啊，要不这次我们退出吧？我们连保证金都凑不齐，想竞标也没有资格。再说，哎呦，你们也在啊？怎么没看到你们的宝贝女婿啊？我可听说了，他要帮你们交齐5个亿的保证金啊！该不会怕了吧？我们就不应该相信天生，关键时候不见人影，气死我了！你们是华龙集团代表吗？是的，我是华龙集团董事长林建中。竞标马上开始，麻烦您把保证金交一下吧。林董事长，现在目前只有你们没有交保证金了。如果你们不交的话，我们将立即取消你们的竞标资格。没交保证金也想竞标？该不会以为保证金不交也能竞拍吧？哎，不是吧？这是哪家公司代表？交不上保证金就别来丢人现眼。幸亏提高了门槛，要不这谁都能进，岂不是阻碍市里经济发展？侄女儿，我早就说过，你老公是个废物，他现在一定没脸见人了吧？听大伯一句劝，赶紧离婚改嫁。不必了，我此生只有一个丈夫，他就是。你好，林小姐，这是5亿现金，请您点收一下。难道是天生？如果点算没有错误的话，请签字。我们是欧洲皇家国际银行。什么？欧洲皇家国际银行？我有个身家过10亿的朋友，想在里面开户，但是当场被拒，说的是名额有限。是谁让你送钱过来的？不好意思，林小姐，无可奉告。大伯，我有钱了，请问现在我有资格参加投标了吗？凡是竞标之前交齐5亿保证金，有开发地产资质的公司都具备竞标资格。哼，希望你把项目拿下来。身为大伯，我会坐在一旁看你的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叶夫人，你不用担心，科学城项目采用明标竞投，绝不会有暗箱操作。现在我宣布，科学城项目招标现在开始，底价10亿，每次加价不低于1000万。盛达集团出价11亿，恒远地产出价13亿，
彭富实业15亿，华龙集团出20亿，长虹集团出价25亿。大伯，你好卑鄙！女儿啊，我们还是算了吧。爸，对不起，您注入一生心血的公司，女儿终究没能守住。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少卿，怎么了？华龙集团出30亿。少卿，你疯了！我们从哪弄这30亿啊？刚才天生发来消息，让我继续出价。少卿，你太胡来了！据我所知，华龙集团负债累累，怎么可能拿出来30个亿？我们可以找银行借钱。哈哈，我看整个江州有哪家银行敢借钱给你们？我是华侨银行代表，现在声明不再为华龙公司提供金融服务。我是东洋银行代表，立刻中断与华龙公司业务往来。我是江州城建银行，除了不和华龙合作以外，向华龙集团总裁林少卿追缴欠我们银行的7000万贷款。林总，请一并偿还万豪银行的3000万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全力支持华龙集团。江北市首富赵本灵，可惜就算赵本灵支持，恐怕也不行。科学城建设事关整个经济圈构建，华龙集团根本没能力担此重任。前几天楚州江家找到我，希望我能拿到此项目，到时候会结合2省之力，全力打造华东经济圈。麦市长，各位领导，希望你们考虑考虑。本灵兄，这次如果项目招标成功，麦某不希望你支持华龙。赵总，多谢你的仗义直言，只是华龙走到这一步，也只能够认命了。叶夫人，真是抱歉，我实在帮不了你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少卿，赵本灵都认怂了，我看这世上还有谁能救得了你？我也想全力支持华龙，不知道行不行？没见我在说话吗？哪个不长眼的敢来插话？想不到江北一个小小的家族，竟然不把我们林家放在眼里，这太猖狂了！凌霄，江北省第一世家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林长风，是不是有楚州江家给你们撑腰，让我们林家不存在了？不敢，这是我想不通。什么想不通？你们为什么都支持这个女人？因为一个人。是谁？是他。天生就是他，让欧洲皇家银行送5亿现金过来，让赵本灵愿意全力支持，让林家家主亲自到场。这就是我的男人。凌霄，你不介绍一下吗？这位是叶大师。叶大师，在下麦侯平，是江北市市长。科学城项目结束了吗？还没有。你们有出价吗？我出了30亿，但是有人说我们没有资格接这个项目。谁说的？是你。是我又怎样？就你屁事多！你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敢对我动手！你说过不要冒犯我叶天生的女人。今日华龙公司出价30亿竞标，请问谁还竞标？30亿！既然如此，科学城项目归华龙公司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我赞成，我也赞成，我们都赞成。恭喜叶大师，这次项目由你们负责，我就放心了。变脸还挺快。分题解决了，剩下的交给你，我先回家了。林总裁，江州城建银行愿意提供10亿以上贷款，原来欠下的7000万，我可以向总部为您申请延期5年。林总裁，东洋银行愿意与华龙公司达成长期的合作关系，科学城的项目资金问题可以由我们解决。林总不要忘了我们华侨。天生，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立秋是吧？立你个鬼啊！
我再问你一遍，明天是什么日子？我知道啊。快说，是什么日子？明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